洪武3年，也就是1370年，一个山西的商人听到官府出榜，凡是把米送到边仓的商人可以换取盐引，在供应边军的粮仓大同仓，纳米10石可以换淮盐1引，1引盐是200斤。这个商人算了一笔账，他要买粮、雇车、找脚夫，还要准备路上的草料和食宿。粮食运到边地以前，可能会遇到极端天气，还有道路的损耗。等粮食到了大同仓，官府给他一张盐引，使得他可以去指定的盐场支盐，再按照官府划定的地区销售。他所参与的这一整套经济流程，在明代被称为开中法。虽然看起来非常的复杂，制度也很严密，但是卖盐可以获得的利润还是轻松覆盖了他买粮、运粮、运盐、卖盐的总成本，因此他决定干这一票。然而这趟生意并不轻松，商人先垫付了粮价和运费，又把粮食送到边仓，换来盐引之后，要能够顺利兑现，再把盐卖出去。这中间的环节实在太复杂，需要协调的资源也实在太多了。这也正是朝廷通过卖盐为诱饵，鼓励商人帮助国家往边境运粮的原因。原本朝廷要自己组织转运，把粮食一批一批送到大同、宣府这样的边镇。现在有了商人负责运粮，官府减少了运输压力，朝廷没有直接拿银子出来，商人却是有利可图。不过，送粮的成本难道凭空消失了吗？这些成本究竟由谁来承担呢？当然是老百姓。盐是人人都要吃的东西。明朝实行国家垄断的盐业专卖制度，任何产业只要垄断，就必然会让消费者支付远超成本的高额价款。商人拿到盐引之后，可以在官府允许的范围内卖盐，并把前面垫出去的粮价、运费还有风险成本收回来。普通人买盐时付出的价格里，就包含了这套制度转嫁下来的成本。对朝廷来说，盐利是稳定的，征收也相对隐蔽。对百姓来说，买盐只是生活的开支，不一定会意识到自己正在替边防军粮支付一部分成本。商人能赚多少钱呢？虽然我们现在拿不到明代初年的经济数据，但是在嘉靖年间，朝廷当时已经取消了开中法，转而让商人直接交银子购买盐引。当时一小引的折银约1两银子，可以卖盐200斤。按照每斤盐 0.01 到 0.015两银子计算，一小引所能支取的盐能卖2到3两银子，毛利率在 100% 以上。当然，我们不能说商人就肯定能赚到这么多钱。如果按照开中法执行，商人应该还有其他的损耗和成本，再加上为权力寻租所支付的价款，按照学术界普遍公认的观点，明代盐商的利润率在 16% 到 20%。明朝初年，北方边防压力很重，大同、宣府、甘肃、宁夏这些地方位置重要，但粮食的供应很麻烦。边镇驻军需要稳定的军粮，内地粮食送到边仓，中间要经过长距离转运。官府自己组织运输，既要动用民力，也要承担路上的损耗。洪武3年，山西行省提出的办法就是让商人替官府完成这件事，那就是开中法。洪武4年，朝廷又制定了中盐例，不同地方纳多少米换1引盐，要看路程远近、米价高低，还有军储的缓急。近一点的地方，纳粮标准可能重一些，远一点、险一点，标准就会相应降低。官府还设置勘核和底部，让商人纳完粮以后，在文书上写明纳粮数量和应支盐数，转运盐丝也有底部可以核验。
在开中法前期，商人很快发现千里运粮并不划算，路程遥远，成本越高，风险就越大。既然官府真正要的是边仓里的粮，商人就可以改变办法，在边地附近组织粮源，这样一来，粮食不必完全依靠长途运输，在边地附近就能形成一部分供应。后来，商人就分成了边商和内商，他们相互合作，由边商负责囤粮和送粮，内商则负责获取盐引，到盐场支盐。这就是后来晋商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靠近大同、宣府这样的北方重镇，商人更熟悉边地的路线，也更容易筹措粮食。早期山西、陕西的商人靠开中法进入盐业，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会卖盐，更重要的是他们能把筹集粮食、运输粮食和获取盐引连接起来。盐引给了他们利润，边粮的供应则给他们进入全国市场提供了入口。如果只看官府的账本，开中法像是一种很省钱的办法。商人把粮食送到边仓，朝廷给盐引，没有大规模的调拨现银，也减少了长途转运的压力。这个安排在早期运转的比较顺利，因为商人只要拿到了盐引，基本上都能够兑到盐。可是当盐引越发越多，而盐场所出产的盐有限，久而久之，商人拿着盐引就换不到盐了，得排队，甚至出现有的商人从永乐年间等到孙子辈还没有能够支到盐。如果盐引并不意味着盐的现货，那么它就会从即期证券变成了远期证券，而当远期证券的期间并没有确定的长度，就会影响这张证券的价值。因为商人需要垫付粮食的成本，还要承担等待期间的利息和机会成本，这样一来，很多商人就会重新计算这笔生意是否还值得做。为了应对支盐压力，盐引又被分为长谷和存积。长谷是普通排队的盐引，存积原本是当边境有紧急军情、急需军粮的时候，为了增加商人送粮的积极性而给他们发的可以优先排队拿到盐的盐引。但是商人们发现长谷等待太久，都在想办法找关系去抢存积。开中法原先要求公开出榜招商，商人按规则纳粮换引，但有权势有关系的却可以绕开公开招榜的环节，插队拿到盐引。在成化年间，富人吕明等人贿赂朝廷当权的官员，向皇帝奏请绕开户部出榜招商的旧例，直接获取两淮的存积盐引。皇帝绕开内阁和六部，直接批准了。有权势的商人获得即期兑盐的特权，普通商人就更难以兑到盐了。而特权越来越多，特权本身也就泛滥了，结果就是长谷基本上排不到，存积也要等很长时间，大家都难以兑到盐。盐引这种证券的价值一落千丈，到明宪宗末年，两淮积欠商人的盐引达到500余万，商人越来越不愿意送粮换盐，边境的军粮供应也出现了问题，开中法就这样烂尾了。弘治5年，当时的户部尚书叶琦提出了新政，他让商人不必再把粮食送到边仓，可以直接向盐运司纳银，盐运司收银之后集中结往太仓，再由中央分给各边。从此不再需要商人向边境的军镇运送粮食，而改为朝廷自己送。对商人来说，这样做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不用再承担买粮运粮的辛苦和损失，节约了一笔机会成本。对朝廷来说，可以直接见到银子，该怎么使用也可以集中调度。叶琦改法主要缓解的是商人千里输粮、边地纳粮的困难，但这并不能解决盐引兑不到盐的问题。要能兑到盐，除了依靠特权之外，还有一个便捷的办法，那就是靠近盐场。明代盐场由官府管理，造户产盐，盐商只要打点好管理盐场的官员和产盐的造户，
即使手中的盐引并没有优先权，也能够兑到盐。因此，叶齐改法之后，边地商屯衰落，山陕边商大受打击，逐渐萎缩。而徽商这样的靠近两淮盐场和京杭大运河销售网络的商人则发展壮大，扬州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盐商聚集地。如果我们只看中央的账面，叶齐改法似乎很成功，国家重新获得了军费收入，扬州盐商群体也发展壮大。可是边镇原来所依靠的那套粮食供应网络，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被削弱了。过去商人为了拿盐引，需要去边地交粮，为了降低成本，他们就会在边地附近组织粮园，甚至经营商屯。改成纳银以后，商人在盐运司交钱，粮食不再直接进入边仓，官府手里有了银子，但边地仓库未必马上就有粮食。此时在边境屯田的商人已经没落消失了，国家手里拿着银子去哪里买粮食呢？如果在内地买粮食，那就还要再花一笔钱把粮食送到边境。到了这里，前期开中法所隐藏起来的成本换了一种方式重新出现了。明朝用一张盐引供养边军，最初靠的是食盐专卖带来的利润，商人看见利润才愿意把粮送到边塞，边军吃到粮，朝廷又减少了转运压力，普通百姓买到的官盐承担了制度里不容易被看见的成本。到了明代中期，这套制度开始变形，盐引越来越难以兑现，手支时间越来越长，权贵又开始插手存积盐，商人报中的积极性下降。弘治5年叶齐改法以后，商人可以向盐运司纳银，不必再把粮食送到边仓，太仓的银子一度多了起来，可边地的商屯彻夜，粮价上涨，边储日虚。这就是开中法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明朝曾经把一笔边防财政成本放进了老百姓每天要买的盐里，但当一套政策缺乏配套保障，就会失灵。对营困难之后，盐引的信用也破产，最终又不得不重新回到这项政策实施之前的老办法，把政策的优点和它的问题一起抛弃了。大同、宣府这样的边镇，他们所需要的仍然是仓库里的粮食。盐引可以把粮食引到边塞，但前提是有人愿意承担成本，也有人愿意相信这张证券还能够换来利润。